干什么？他又不是我兜里的一块糖，我能随时揣着。他有自己的事情，他要打游戏，他要睡觉。天天老来问什么呀？问，我就很好奇。天天老惦记我对象干什么？刚开直播就开始怼，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这天天来问别人，你对象呢？你什么谁呢？彼此都有彼此的行为，有什么好问的呢？瞧给人气的，不是生气，是觉得，就是你让我说什么？你让我有什么好说的？没分手，没分手，还在一起，没分手，有什么好说的呢？一他妈直播就在问，哎，他呢？你对象呢？他呢？我俩他妈又不是一个组合，我俩有什么经纪约是怎么着？那直播就是我自己在这直播就完事儿了，这有什么好聊的呢？这样会亮一点。直播画质变差了？什么叫画质变差了？看起来模糊，我这不在调吗？我该换手机了。不是说我不想换，不是说我不是说我就是没钱换，是确实是也不想换，没啥必要，就觉得手机这玩意儿没啥必要，哭死了，为啥哭啊？你看我现在用的是14 Pro Max，现在出到16了嘛，好像就换了也就那么回事儿。现在对这些东西没太大兴趣的感觉，没有装逼的意思啊，就是确实就没啥兴趣。
对，就是有点儿疲惫，就是有点儿就觉得说，就好比就是大家玩儿游戏啊，你买手机这个东西就好比大家玩儿游戏，然后每天都要去那个做任务，然后突然有一天你没去做这个任务，然后你发现就是你也跟不上，就你也跟不上这种就是你不能保证你每天都要去更新的时候做任务，然后你可能就索性就不做了，就那种感觉。过年在哪过？在惠州过。哎，这样行，这样挺好。哎，这样光就一下就对了。这样调这种光。来打王者，类似于芝麻的短剧可以用手机拍吗？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用手机拍。这个这个，我觉得没太多的那个区别。可能就是说那个用单反，用单反画质稍微好一点点啊。哪里可以看完整版？没有所谓的完整版，就是有删减版。你是在哪儿看的？我看你看的是不是所谓的删减版？你是在哪个平台看的？喜欢上直男怎么办？你爱咋办咋办。喜欢直男就无药可救，那就是神经病，那就是。我就喜欢直男的，那就自己神经病。我这个没有办法管，也没有办法出主意，因为我觉得喜欢直男神经病。我是哔哩哔哩看的，对，哔哩哔哩看的就是可能是有一点点就是遮挡，有一点点遮挡，仅此而已。因为它那个就是哔哩哔哩不能有那个，就是亲的那个画面，其他的那个内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没有所谓的就是说什么太夸张的那种剪了很多戏份没有，我们确实也拍了很多素材，但是可能在临要播的时候，可能发现好像有些镜头可能比较过火，所以就没高管那一段，哪一部剧？哪里看没剪的？没剪的在我素材库里边。高管谁呀？高管和你前任那一段是吗？高管和我前任那一段，你说的是第3段是不是？就是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一段，什么高管，什么什么，我不知道啊。你可能没看懂啊，你可能没看懂。我的理解就是说，你可能说的是第3段啊，那个平面设计师啊，那你这一段你可能没看懂，那你没看懂，那我说什么你也不太懂，对，他没看懂，他有的人他就是也不是说没看懂，理解的东西不一样，和他的领导，是没看懂。
我听说他们有一段儿，你听谁说的呀？朋友介绍的。你在说什么啊？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很奇怪你的思维啊。听朋友说的，什么叫听朋友说的呀？不懂。对，没什么。所以就只是很多人看这个片子会有自己的理解，还听朋友说的什么玩意儿，就不太懂。你表达我不太懂。啊，有没有新剧？没有新剧。没有新剧。咋能看小茉莉了？小茉莉你不一定能看懂，就你可能小茉莉更乱，其实时间线比较乱。不定时，偶尔播，偶尔不播。对，没有固定的时间。我主要就是太闲了，就是本来也不想播，现在直播其实挺无聊的，然后但是你不播也无聊，播也无聊。对啊，就是没有特别大的那种动力去播这个东西，但就是在家无聊。你的剧目到了，近几年的电影有没有推荐？近几年的电影，出走决心你应该看完了是吧？你对题材有限制吗？你喜欢看恐怖片吗？恐怖片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恐怖片你能看吗？啊，啥都看，丧尸的，看一下那个刘亚仁的那个活着，刘亚仁的活着。小茉莉最后病了那个，是的啊，杀人碎尸的。我不喜欢杀人碎尸啊，就是我不看那种悬疑片儿之类的啊，看不下去。我对那种就是我唯独对悬疑题材其实没太大兴趣。我就喜欢一惊一乍的，但是不太喜欢那种故弄玄虚啊。然后再给你推荐一个，就是那个叫那个叫那个共同什么警戒是什么共同什么什么警戒区啊？叫什么？共同警戒什么？共同警戒的一个韩国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看那个片子那个其实这部片子我会觉得就是它不是近期的片子，但是还挺好看的还挺好看的。韩国的片子一直都蛮不错的。然后红衣小女孩也可以看，红衣小女孩也可以看啊，红衣小女孩也是，一个人看会很恐怖。还有没了，女小鬼我没看，女鬼桥，女鬼桥我没看，我看那个解析了。
对，出2部了。红衣小女孩第1部好看，第2部一般，我只能说就是一般。第1部是真的很惊艳的，红衣小女孩第1部。然后还有什么片子？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就是。那你不说你啥都看吗？你这精神病，你好像你自己说的啥都看完了，我给你推荐完你也不看。还有，电视剧我今年就比较推那个，就《凡人歌》，《凡人歌》大家可以看，啊。电视剧的话，看看《凡人歌》可能会对你整个的，当然这个也看个人啊，有的人可能看完没什么启示，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是特别敏感的人看完《凡人歌》，应该会改变自己好多的观念，生活观念。《凡人歌》可以看，它是个电视剧啊，就是不错，就是电视剧里边现在我看了《凡人歌》，我就觉得哎呀，好看。什么类型的剧？它是一个生活，就是就比较真实，30岁有家庭，然后面对社会的一种，我觉得可能你们对那一段可能没什么感兴趣的点，但是你们可能对，就是因为《凡人歌》里面他有一对情侣，然后男的就是比较理性，然后比较人精，女的就是享乐派，所以说就这一段情侣会给大家很多的启示，会给大家很多启示，就是《凡人歌》其实很推荐的，就《凡人歌》的那个台词也是写的非常好。《凡人歌》你们主要看那个年轻就是张若楠，他叫张若楠是不是？看张若楠那一对儿，很深刻，就是他总结的东西很深刻啊。凡人歌是好看的啊，其他的就还好，其他的都还好。这个凡人歌我很推，应该是去年我最惊艳的一个东西了，就是影视方面的东西。你的歌平时哪个平台比较多？我的歌大概就网易云吧，网易云比较多。我平时用网易云听我自己的歌，网易云会比较多。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酷狗也可以听。QQ 音乐也有，但是酷狗也是有一首就是大家在线上听不到的一首歌，酷狗是，对，他们自己买专辑，然后把这个音源上传的。
反正跟他很深刻，酷狗搜不到什么主题曲，那个是收费专辑啊，那个是收费专辑里的歌，所以市面上听不到。那是收费的啊，就是买了那个实体专辑的能听到，其他的大家都听不到。你不是说你过来直播吗？你打几把了？马上。唉。还有屁呀！马上。怎么视频都没有了？什么视频？抖音上的日常都隐藏了，因为我这个账号要做那个装修视频，所以都隐藏了。我瞅的我都愁得慌。我真瞅的你们都愁得慌。你咋没心没肺呢？怎么没心没肺呢？你说。你不着急买房子呀？啊？姐，到时候惠州地铁都建好了，房价又得涨一番，是不是？这你这种态度是着急吗？这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到底咋想的？啊，我真的不明白你，就是我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怎么这么就是你松的，弛。你跟我说你咋想？我想这你未来怎么规划的？我没有未来。你到底想不想跟我聊聊？啊？我没有未来。你没有未来，那你，哎，愁得慌。你找完我来播。这不我直播间吗？那我呢？
随便你。挪手机去，去吧，快去。你愿意播你的呗，我在播我的呀。不要。后边是健身器械吗？不是，是那个，是一个车。交流不了。它明显的就是一个健身器械，那这还问，这有什么好问的呢？它是高速上面的那个龙门架，专门拍你违章的。我的宝贝呢？我的宝贝，我哪有宝贝呀？你们都是他的宝贝。看看旁边的人，看呗。好嫩。开个标题。个屁！你别惹爱生看气的。这个能怎么播呀？啊？他能播拿去卖了呀？整半天我不知道怎么放出声儿来。快！你是弱智吗？真的，你放一下会死啊！啊？按哪里啊？我按这个为什么它不会亮？一直按。一直按它也不行啊，我试过啊。这里。拿过来。它到底是好还是坏的？我哪知道？开不了机那就是坏的呗。坏的，那你就当卖那个坏的卖掉就好了。坏的卖掉也有人要，人家会修人家捡漏。我就是捡漏的机器。能看出来你很头大，能看出来你很头大。从哪儿看出来的？我刚才差点没开始开骂。他说我看出来，能看出来你下面头很大。差一点我就骂出来了。它是指的那个地方吗？啥？他说你头大，他又没指的是你那个头大。我看错了吗？他说你很头大，不是头很大。头大是无奈的意思。OK。我不看错了吗？我看成头很大。我瘦了，82公斤。这光好丑，我不给你播。
满脑子想的啥？你看，满脑子就想着，哎呀，未来呀，规划呀，发展呐，对，满脑子都是想这些东西。小虎，你把门关上，要不你小点声。你不能小点声。什么小虎？唉。瞅到我的头疼。